嗨，大家，我是凯。今天要分享的生酮甜点食谱是很好吃的无糖甜甜圈。这次凯会分享一款超简单的无糖卡士达酱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我的频道会在每周一和周四分享一款生酮、低碳、无糖的健康食谱。感兴趣的小伙伴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我每次的分享哦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首先我们来做生酮甜甜圈，在碗里称10克磨碎的洋车前子，接着称120克的水，开始前都是上锅加热，这次就用点别的方式。我们先把洋车前子和水混合均匀，像这样，接着送微波炉加热，加热时间不一定，到面糊像这样变浓稠就好了。把边边先刮下来，不然会干掉，然后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在杯子里称4克速发酵母，这次的面包也会用酵母膨发哦。加入30克的水，化开酵母会发得比较好。搅拌直到像这样，酵母都融进去水里就好了，先放一旁。我们现在来称35克的椰子面粉，和35克的杏仁粉，再提醒一下是细颗粒的哦。和1/4茶匙黄原胶，2茶匙泡打粉，也是起膨发作用的。接着把干料都搅拌均匀。这个食谱会用到2颗蛋，甜甜圈的部分会用到蛋白，剩下的蛋黄会用来做无糖卡士达酱。把蛋白打进去洋车前子面团，凯量了一下，2颗蛋白共75克。接着把干料过筛倒进去，和酵母水，戴上手套把面团揉匀。这个面团因为有很多不同质地的材料，需要揉久一些，确保都混合均匀。差不多像这样。接着称一下面团，平均分成6份。把1份面团再单独揉一下，再次确保材料都混合好。这个面团虽说不是很黏，但是还是需要戴上手套操作的哦，不然一样会粘手。接着再把面团整成圆形，要确保表面平整，没有裂缝，不然炸的时候会裂开哦。最后大概揉圆一下，推一推就好啦。把它们一个个放在烘焙纸上，盖上保鲜膜防止风干，然后放在温暖的地方开始发酵。在这期间我们来做无糖卡士达酱，在碗里称50克代糖，我用的是阿洛酮糖，用赤藓糖醇的话，放凉了有可能会结晶。加入1/4茶匙黄原胶，搅拌均匀，防止黄原胶直接碰到液体结块。再加入130克淡奶油，对奶制品过敏的话，也可以用椰奶代替。搅拌均匀，加入1/4茶匙香草精，提味也能帮助去除蛋腥味。搅拌均匀。哦，对了，还有刚刚剩下的2个蛋黄，倒出来，搅拌均匀。再把奶油混合液体倒进去，其实可以都倒在一起，一次性搅拌哦。
如果怕搅拌不均匀，可以过一下筛。接着开始用小火加热，要一直用刮刀搅拌，防止结块。接触到锅的地方都要时不时搅拌。蛋黄遇热会凝固，所以液体会慢慢变浓稠。如果看到有少许油水分离没关系哦，我们先把卡士达酱煮到位，像这样就好了。然后离火，倒进碗里。如果卡士达酱看起来像这样油油的，我们可以用一把打蛋器，像这样快速搅打，卡士达酱就会又变顺滑了。差不多像这样的质地。稍微放凉一下就可以放进裱花袋，或是比较厚的塑料袋里。然后尽量把空气按出来，不然挤卡士达酱的时候就会喷得整个都是。用刮板整理一下，像这样就可以放冰箱冷藏备用。这时候我们在碗里倒一些代糖，是要沾在生酮甜甜圈上的。凯用的是代糖粉，小伙伴们要用粗颗粒的也可以哦。过了1个小时，或直到面团变 1.5 倍大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准备去炸了。先把甜甜圈都移过去，炸甜甜圈的油温不能太高，不然外面焦了，里面还没熟。用木筷子测试一下油温。接着拿一个面团，汤匙沾油，把面团放进去。这次油温有点太低，但也没关系。发酵到位的面团应该会浮在油上的，更适合的油温应该是面团放进去，边边像这样冒少许油泡，我们就这样让它慢慢炸。其实也可以用大一点的锅，一次性炸就不会花那么多时间。接着用筷子和汤匙小心翻面，一定要确保表面都炸透，不然离锅后甜甜圈会凹陷哦。到最后的时候可以勤点翻面，防止上色过深。差不多像这样就可以盛出来，用筛子沥下油就好了。一开始炸的3个没控制好油温，凹陷了，而且一出锅就沾糖粉，表面结块不好看。但如果小伙伴们用的是粗颗粒的代糖，建议一出锅就沾糖哦。剩下的3个我用筷子这样撒下去，更均匀一些。接着用一把小刀或是筷子戳一个洞，好让我们灌上卡士达酱，但别插太深，把甜甜圈戳破了。接着慢慢灌上无糖卡士达酱，凯个人是很喜欢吃酱料的，所以贪心的挤上了满满的卡士达酱。我们的无糖卡士达甜甜圈就做好啦，是不是看起来圆鼓鼓的很可爱？生酮甜甜圈质地柔软，带有很淡的椰香和脆脆甜甜的糖粉外皮，配上里面冰凉顺滑的无糖卡士达酱，真的很好吃。如果你喜欢这次的分享，记得为这影片点个赞。那我们过几天见咯，拜拜。